来的还真是时候。不过也好，就让大名鼎鼎的仙海鱼族第一个知道我玉宗的厉害。玉帅望着虚空，不仅不怕，反而有些兴奋。可忽然他神色一变，看向白袍人：“大师，你真走？”原来此时白袍人已是来到了那巨大无比、直达星空某处的结界门之前，显然是要溜。不走难道留下等死？白袍人问。哼，听闻此话，玉帅不由一笑：“大师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对你藏着掖着了。不止你是天龙境界灵师，其实本帅也是天神境修武者。”话罢，一缕很小的气息自体内释放而出，但却横扫整个山巅。莫说真神之下，就连真神后期都感到受到了死亡的压迫。玉帅竟踏入了天神境，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威压，狱宗众人却是欣喜若狂。天神可是浩瀚修武界一些天河霸主穷极一生都无法踏入的境界，可白袍人却表现平静：“我早就察觉到你已踏入天神境，大师，你知道为何还？”玉帅不解：“封锁大阵中，我融合了感应之力，对方隐藏了实力，来者不止一品天神。”话罢，白袍人便踏入了结界门之中。靠！仙海鱼族藏这么深，真卑鄙啊！听闻此话，玉帅也是感觉不妙。玉帅大人，那我们……这一刻，所有人狱宗之人都看向了那名玉帅大人，是在等待着玉帅的决定。玉帅看着虚空，很是不甘，可最终还是大袖一挥，下达命令：“所有宗人，随本帅离开此地。”话罢，玉帅便率领所有在场的狱宗之人向那道结界大门飞掠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在楚风与小鱼儿所在的位置，刹那间，数千万道身影飞落而下，密密麻麻的人影形成了真正的人海，而楚风与小鱼儿则被这人海包在了当中。但被这样的阵仗所包围，小鱼儿和楚风不仅丝毫不慌，反而满满的安全感。看到这个阵仗，楚风也终于敢放松下来。可是这一放松，便感觉全身无力，哪怕他很想站稳，体面的和仙海鱼族的人打个招呼，但是早已耗尽力气，只凭毅力支撑的身躯，却已在他放松之后不听使唤，不仅无法站稳，就连意识也是随之丧失，直接昏倒。大哥哥见到楚风就要摔倒，小鱼儿赶忙上前搀扶，可他还未靠近，一道身影便抢先一步搀扶住了楚风。那是一个身穿铠甲、身材壮硕却满头白发的老头。爷爷看到这位，小鱼儿也是有些意外，因为这位正是前任仙海鱼族族长，也是小鱼儿的爷爷。想不到老夫闭关期间，仙海鱼族竟出现如此优秀的后辈。小鱼儿的爷爷看着怀中的血肉模糊的楚风，却是满眼欣赏与自豪。爷爷，他不是仙海鱼族族人。小鱼儿道：“哦。”听闻此话，小鱼儿爷爷有些意外，于是看向仙海鱼族大军：“去，将狱宗的人给老夫找出来，挖穿这个世界也要给老夫找到。”遵命。刹那间，数千万名仙海鱼族族人尽数离去，先前浩瀚的人海，转眼间便只剩小鱼儿爷爷以及楚风还有小鱼儿三人还在此地。但没有人会担心，因为他们清楚，这位老头一人镇守于此，比他们千万大军还要靠谱千百倍。小鱼儿爷爷拿出了一颗丹药，放入了楚风口中。看到这颗丹药，小鱼儿悬着的心倒是落下不少。他知道这颗丹药的珍贵。我说鱼儿，这位小友是哪个势力的天才？说出来让老夫羡慕一下。小鱼儿爷爷问。是祖武天河卧龙武宗的。小鱼儿道。祖武天河，你这丫头怎么学会开玩笑了？小鱼儿爷爷一脸不信。就是祖武天河啊，爷爷，你怎么变成老古董了？竟然看不起祖武天河？我记得最开始还是你与我说，祖武天河并不简单呢。小鱼儿道。祖武天河是不简单，但是怎么会有如此优秀的后辈了？罢了罢了，这个也不重要。总之你这个追求者不错，爷爷很满意。小鱼儿爷爷道。什么追求者？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是好朋友，不是我的追求者。小鱼儿道。可听闻此话，小鱼儿爷爷却是大嘴一脸。鱼儿，你也不小了，没必要对爷爷遮遮掩掩。你父母若不同意，爷爷去说。爷爷，大哥哥真不是我的追求者。小鱼儿再度强调。而见小鱼儿一脸认真，其爷爷也是有些诧异。不是追求者，会为了你拼命。大哥哥对我确实很好，但真的不是追求者。小鱼儿道。小鱼儿爷爷看向楚风，这小子嘴巴够倔的，真没出息，怂蛋。爷爷，你干嘛骂我大哥哥？小鱼儿皱着眉头，面露不悦。这小子喜欢你，但他却不说，不是没出息是什么？他就是怂。小鱼儿爷爷道。怂？爷爷，你搞没搞错？就算我哥和怂子沾边，大哥哥也不可能和怂子沾边。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勇的人，要知道没有他，你可能就见不到活的我了。小鱼儿道。倒也是，可能感情方面比较怂吧。小鱼儿爷爷道。爷爷，你真是冥顽不灵，不和你说了，你快去把狱宗的人都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亲手教训他们。小鱼儿挽起袖子，露出雪白的胳膊，气嘟嘟的样子，是真的打算狠狠收拾狱宗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他与狱宗是无冤无仇的，甚至仙海鱼族和狱宗也没有什么过节，之前发生过一些小的摩擦而已，无缘无故这样对待自己，怎能不气愤？已经逃了。当老夫攻破大阵的那一刻，感受到了很多道强大的气息汇集在一起。这一次为了抓你，狱宗的确是派出了不少高手，但是老夫还未确定那气息的具体方位，那些气息就一同消失。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早就留了后路，眼见败露，便干脆离开了。小鱼儿爷爷说道。爷爷，您不是早就踏入天神境了？
怎么还能让他们跑掉？小鱼儿问。爷爷的确是天神境，但对方也有天神境，并且准备充分。小鱼儿爷爷道：什么？狱宗也有天神境？他们怎么这么强呢？小鱼人无比意外。据他所知，他父亲和母亲如今都没有突破到天神境，唯有他爷爷突破到了天神境。但是因为天神境太过利奥的，所以这件事在此之前只有他父母以及他与他哥仙海少羽知道。这件事需要绝对保密，关乎仙海鱼族安危，因此小鱼儿没有对任何人提起，包括楚风都没有说过。可不止天神修武者，还有天龙界灵师，不然怎么可能在老夫面前逃走？小鱼儿爷爷道：天龙界灵师，真的假的？听到天龙界灵师二字，小鱼儿的反应比听到天神境修武者还要震惊。确定？尽管对方有意掩饰，但是能瞒得过你爷爷我吗？小鱼儿爷爷说道。所以说大哥哥对抗的不是真龙界灵师，而是天龙界灵师。小鱼儿问。是。小鱼儿爷爷点头。我大哥哥也太厉害了吧？小鱼儿看向楚风，满眼崇拜。这小子，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，很是妖孽啊！要是我仙海鱼族的该多好。小鱼儿爷爷看向昏迷的楚风，苍老的眼眸中满是渴望。我大哥哥当然妖孽了，你可知道他的身份？小鱼儿道。不是祖武天河的吗？还有什么身份？小鱼儿爷爷问。他的身份可不止这些哦，说出来可能会惊掉您的下巴。小鱼儿双手掐腰，扬起小脸，满是骄傲与自豪。哟，还学会卖关子了？你爷有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来，你与爷爷说说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小鱼儿爷爷好奇的道。旋即，小鱼儿便将楚风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自己的爷爷。怪不得啊，原来是界染青那丫头的儿子。话说他爹应该也不是寻常之辈吧？因为老夫可记得，界染青那丫头可是非常挑剔的。七界圣府那个界慕白，当年也是精彩绝艳，震撼浩瀚修武界的妖孽天才，但界染青那丫头却根本不正眼瞧他。唉，真是很想见见这楚风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轻才俊了。不过肯定不是孬种，不然也不会生出这么勇的儿子。无依无靠，竟然敢硬刚界天染那老杂毛领导的七界圣府。得知楚风的身份以及所作所为后，小鱼儿爷爷乐得合不拢嘴，看着昏睡的楚风，可谓是赞不绝口。旋即又看向小鱼儿，以前老夫也头疼，毕竟我的鱼儿如此优秀，当今时代真是找不到能配得上我们鱼儿的人啊。现在好了，界染青那丫头帮了大忙，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和我们家鱼儿简直绝配啊！爷爷你别乱说，再乱说我生气了。小鱼儿道。嘿，好，不乱说了。不对，你这丫头怎么涨红了脸？小鱼儿爷爷看着小鱼儿涨红的脸颊，才是真的张大了嘴巴。我了个去，该不会是你这丫头喜欢人家吧？这小子不是你的追求者，合着你是这小子的追求者是吧？胡说什么啊！小鱼儿瞪了其爷爷一眼。好，不胡说，其实谁追谁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鱼儿放心，你们两个的亲事，爷爷做主了。小鱼儿爷爷笑着说道。爷爷你……小鱼儿很是无奈，但旋即眼珠子一转，笑眯眯地问道。爷爷，楚风可是得罪了界天染，你还敢这么看好楚风啊？我们仙海鱼族护着楚风的话，你不怕界天染找麻烦？爷爷只是说看好你们，可没说护着楚风啊。小鱼儿爷爷道。那你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你替我父母给和大哥哥做主的，原来是在画大饼啊。小鱼儿嘟起了嘴。胡说，爷爷怎么会给你画大饼？爷爷说的是真的，但是你们年纪还小，婚事也不用太早，待得你们再大一点再办也不迟嘛。小鱼儿爷爷道。可小鱼儿早已听出了他爷爷的言外之意，看好是看好，但不能公开，所以就连爷爷您也怕界天染。小鱼儿皱起眉头，纵观当今浩瀚修武界，若是仙海鱼族都不能庇护楚风，怕是真的找不到能庇护的势力了。倒不是怕，只是界天染确实也不简单，七界圣府更不简单。鱼儿啊，咱们身为仙海鱼族族人，自然要以仙海鱼族为重。若是公开力挺楚风，那就是等于和七界圣府对着干。若界天染真的发狠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你也不想我族人因楚风而死吧？小鱼儿爷爷道。小鱼儿不再言语，他自然希望仙海鱼族能庇护楚风，但他爷爷说的也有道理，至少他不能为了自己私心而害得族人丢了性命。好了，来与爷爷说说到底怎么回事。好端端的你怎么会被狱宗的人抓起来？他们到底有何目的？小鱼儿爷爷询问起来。楚风消耗极大，昏迷许久，当他醒来时还没睁开眼睛，他就知道自己躺在舒服的大床上，狱宗的事情必然解决了。而楚风刚睁开眼睛，一道悦耳的声音便在面前响起。大哥哥，你总算醒了。看着小鱼儿这张精致的小脸，楚风也忍不住感叹，这样的脸蛋真是看着都是一种享受啊。可下一刻，一张满是皱纹却笑嘻嘻的老脸将小鱼儿的精致脸庞挡在了后面。孙女婿，你醒了。看到这张老脸，楚风吓得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这位是……楚风看向小鱼儿，大哥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爷爷。小鱼儿赶忙说道。晚辈楚风拜见前辈。楚风也赶忙从床上来到地上，对着小鱼儿爷爷施以一礼。哎，不用如此客气，你就和鱼儿一样，叫我爷爷就行。小鱼儿爷爷道。这真的好吗？楚风问。当然了，你毕竟是我孙女婿嘛。小鱼儿爷爷笑道。对于这话，楚风竟不知该如何去接，于是赶忙转移话题。前辈，狱宗的人抓到了一些小杂鱼，
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不过至少可以确定这件事就是狱宗所为。这笔账我仙海余族记下了。小鱼儿爷爷道：“那仙海十月大人他们如何？”楚风询问。他们中了埋伏，死伤在所难免。不过好在十月他捡回了一条命，说起来还是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提醒十月小心一点，恐怕连这条命都捡不回来了。小鱼儿爷爷现在已经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正因如此，他才知道小鱼儿没骗他，真的是楚风独自一人将他救出来的。尊女婿，总之这次多亏了你了，老夫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小鱼儿爷爷自乾坤袋内取出一个长方形的箱子，箱子上面镶嵌着诸多宝石，一看箱子内的东西便价值不菲。大哥哥，快拿着！可还不待楚风接过，小鱼儿便从其爷爷手中接了过来，旋即塞到了楚风怀中。同时小鱼儿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耳帘，收着收着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那便多谢前辈了。楚风接过箱子，打开一看，乃是一把散发远古气息的大刀。这把大刀通体蓝色，刀身内竟有水纹流动，刀身表面则刻写着海啸狂刀4个字，此乃一件神兵。这件海啸狂刀乃当初老夫高价钱拍来的，是一件品质极佳的神兵，当初就是想给鱼儿用的，但鱼儿不喜欢这件神兵，说名字不适合他。不过给你也是一样，你觉得配得上此刀？小鱼儿爷爷道：“的确是罕见宝刀。”楚风道：“的确是好刀，不过也很难驾驭，你先试试看，能否认主？”小鱼儿爷爷道：“好。”楚风抓起这件神兵，便将自己的血脉气息融入其中。见状，小鱼儿爷爷赶忙提醒：“千万小心一点，这把海啸狂刀很是狂暴。”可此话刚出，他的表情便僵住了，因为那海啸狂刀散发出了楚风的气息，这说明楚风成功了。这么快？小鱼儿爷爷惊讶的脸色巨变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海啸狂刀的难以驾驭不是传闻，而是事实。与此同时，在海啸狂刀的刀身上浮现了有一个古老的字体，那似是一个真字，它与海啸狂刀乃是一体，隐隐浮现，但又很快消失不见，当真是好刀。看到那个真字，楚风便知道这件神兵的品质非同一般，因为当初楚风剥夺皇府圣女那件神兵长枪的时候，也出现了一个真字。根据仙海少羽所说，这是品质的代表，